大家好，我是龚敏敏，又见面了。这个系列是关于开源的 AI 物体扫描系统。之前探索过用 Moji 来实现 MVS， 但结果不够理想。现在加了 Delighting， 点云的点多了一些，再来试试。准确来说，其实 Moji 不是用来实现 MVS 的，因为下一步需要渲染出几个特定视角的图片，我们得提供一个用于渲染的东西。MVS 做的事情是从多视角生成 Mesh， 提供给下一步。而如果每一个视角都通过 Moji 产生一个像素级的深度，并且多视角下可以注册在一起，那甚至不必有 Mesh， 直接把点云拿去渲染就是了。毕竟只要渲染到320×320的分辨率，像素之间不留缝隙就行。所以这里其实不是 MVS， 而是点云加密了再加密，由此希望能省掉后面的重建 Mesh、改善 Mesh 以及给纹理贴 Mesh 这几步，所以思路已经有所不同。之前遇到的问题是，不同视角下 Moji 生成的深度在绝对大小上有区别，并不能直接注册在一起。从 DMap 读取每个视角的深度图，用泊松方程把 Moji 生成的深度图融合上去，再把融合后的深度图放在一起，直接产生点云，会看到很多扭曲的点。有了 Delighting 之后，能找到的对应点更多，稍微均匀一些了，但结果也就好一点点而已，杂点还是很多。这样的点云还需要经过后处理，把不同视角下重叠的点也融合在一起。这一招其实在深度摄像头领域很常用，即便消费级的深度摄像头也有很高的精度，但噪声很大，需要多帧的深度累积起来，平均一下，才能得到平滑的深度。这里道理也一样，只是数据分布不是在时间这个维度，而是空间。既然每个点可以从多个视角看到，那就把同一个点在多个视角下的位置求个平均。具体来说，就是把一个点投射到各个视角下，如果和该视角下深度图里的深度差别小于5毫米，就认为是同一个点，拿去累积，同时认为这个点经过另一个视角的确认了。如果一个点可以被3个或者更多的视角确认，就认为这个点是可靠的，值得留下来。这一通操作之后，270万个点被融合成53万个点，点云光滑了，而且波动很少，和点云加密的结果比起来，点的密度高了很多。把这个点云送给流水线的下一步，这里就发现有个问题了，似乎大了一点，以至于和 Diffusion 产生的多视角图片融合起来，结果特别奇怪。把这样的图片拿去生成 Mesh， 误差进一步扩大，结果就成了这样。那么能不能不用 DMap 的深度图，而是用点云加密的结果投射回每个视角得到的深度图？试了一下，这么做得到的点云看起来噪声大了一些，破洞多了一些，但最后生成的结果反而变好了。但是即便如此，也不如以前的结果好，而且现在不管是 Moji 还是泊松方程都没有优化过，速度比 OpenMVS 要慢一些，所以折腾了这么多，好消息是 Moji 在多视角下可以对齐了，坏消息是得到的却是质量更低、速度更慢的东西，这可不行啊！和上次一样，路程无比崎岖，结果还不理想，到底是走错了路，还是黎明前的黑暗？要么换个想法，既然思路和原先不同了，那么就进一步不同下去。目前的技术路线是在2024年5月确定的，当时支持多视角图片作为输入的只有 Instant Mesh。已经这么多个月过去了， AIGC 有了日新月异的发展，是不是有新的方法可以更直接的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重新分析一下现在流水线的情况。任意视角的一组 2D 图片进入 SFM 和 MVS， 生成一个 3D Mesh， 再进入 Diffusion 和渲染器，得到固定视角的一组 2D 图片。进入 Mesh 生成这一步，得到完整的 3D Mesh。 之所以要这样在 2D 和 3D 之间来回横跳，是因为 Instant Mesh 对输入的视角有要求，必须是6个视角，角度也是写死的。那么假设有个新的方法，可以输入任意视角的一组 2D 图片，不但数量没限制，角度也没限制，那是不是就能把中间这些都拿掉了？去年年底才上线的 Trellis 就是这样。这也是个 MSI 的新工作，它把场景变成 voxel 表达，
用相机转着拍的方式建立起和图片的对应关系，所以不只是2D 图片信息拿来编码。在生成 Mesh 的时候，也可以支持单图片和多图片的输入，甚至不需要告诉它每张图片的视角，它能自己找到。混元 3D 2.0 生成的 Mesh 质量也很高，但是只支持单图片输入。当然，如果支持点源的输入就更好了。NVIDIA 的 Meshtron 就能，只是还没开放访问。先离线做一下实验。原本 Trellis 只有 Linux 上的安装脚本，我还特别 fork 了一个 repo， 加入了只用 pip 的跨平台安装方法，链接在简介里。虽然它说要 16G 显存的 GPU， 但我发现如果有 Flash Attention， 也可以在 12G 显存的 GPU 上跑起来，再没 crash 过。在内部 Trellis 会用 Alpha 通道作为前景物体的 mask， 如果没有 Alpha 通道，就调用 RAMBG 来生成 mask。 我们之前有一期讲过对 RAMBG 的改进，使得质量和性能都有非常显著的提升，所以干脆把我们生成好的 mask 放到 Alpha 通道再给它。其实很多人反映 Trellis 对 AI 生成的图片效果好，真实照片差一截也跟这个有关，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 AI 生成的图片没有背景，要把前景分离出来非常容易，而真实图片就没那么好分了。把我们的多视角测试数据加上 mask 之后放进去，执行后是这么个结果。罐子似乎歪了，还比较细长，但是细节恢复得不错，拉环基本完整的表现出来了，上下边缘也很锐利，缺少纹理的底面也生成质量过得去的纹理。但为什么整体形状不够好？刚才说到过，它的 VAE 是用相机转着拍来产生训练数据的。看了一下 paper， 里面用的所有相机姿态都是在球面随机采样得到的，应该用了 Y 轴或者 Z 轴作为 up vector。而我们的照片就很随意了，歪歪扭扭的，什么方向都有。那么如果调整一下照片，把它们转正会如何呢？照着这个想法，手工调整了每一张图，尽量让物体是正的，再跑一遍。现在整体形状好得多了，横平竖直，虽然拉环差点，但问题不大，估计是因为刚才拉环恰好比较正。到此，我们可以认为 Trellis 是个可行的方案，值得集成进系统进行测试。不过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些缺点，首先就是显存占用问题， 12G 占满了，要再增加其他组件怕是不够。要优化也不难，它用了 FlexiCubes， 这东西完全不实用，但这年头如果你写 paper 不用它而用 Marching Cubes， 就会被认为缺乏学术范儿，所谓近墨者黑嘛。到了做产品的时候，一个个诚实的换回 Marching Cubes 了。第8期和第9期都讲了如何增强 Marching Cubes， 用来换掉 FlexiCubes， 所以还得这么做。第二是纹理质量和速度的问题，从结果可以看出，这个纹理非常奇怪，虽然连续，但内容根本不对，和照片上的差别很大。纹理生成的速度不但慢，而且非常不稳定，分辨率高的话需要几十分钟，即便分辨率低，同样参数下有时候11秒，有时候3分钟。我们肯定是要用投射纹理换掉这部分，只有照片没覆盖到的区域需要用它生成的纹理。第三是偶然发现的， Trellis 对随机数的种子非常敏感，不同种子产生的结果相当不同。比如1是这样的，比较修长，42的话形状对，但拉环完全没了，还得搞清楚如何缓解种子带来的不确定性。不过这些都不是大问题，有办法改进。离线测试完成之后，接着就可以尝试集成入系统。至于哪些原有组件要保留，哪些要删掉， Trellis 那么多依赖库该如何简化，都需要在集成的过程中处理好。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我们需要以 Trellis 的代码为参考，自己写一份，原有的只有一些能用。下一期我们来讲解这个集成的问题，欢迎继续收看，再见。